欢迎收看今天的加密速解读，现在是台湾时间10月5号凌晨2点37分。每周1到5早上8点，我会陪伴大家聊聊重要时事，并一起规划盘势。大家好，我是酷哥。今日主题熊市正式开始哦。那我们上个音就有跟大家提醒说，短线上面还是会继续弱势走跌。那我们来看到盘势的部分，目前我们这个是以太币哦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价格是比较偏弱势的。那我在当时有跟大家讲，只要反弹没有过，甚至我是想要看到吞过这一根 K 棒的，如果没有吞过的话，我就会比较偏空思维。那我当时有跟大家讲，还有说前面的影音，我不知道大家看标题有没有误会，其实我都是期望着有多方运行，但是我一直强调跟大家讲，短线上面我都是偏短空去做操作，而不是一直由短多去做操作，所以我就是做空方的一个顺势交易往下做，但是我们一样要去期待多方的到来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目前之前的短线其实都还在一个范围内。两个范围，一个是这个黄线区间，第二个范围是这个下降趋势的区间。那其实现在都还没有说已经超过了这样子的区间，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目前以周 K 来看，其实都还是收复在里面的，只是目前已经冲过了。那这一周冲过，就代表说，其实这一周来看，今天是礼拜三，就代表还有3、4、5，还有3天的 K 棒要去收。那我们就要等说，这个礼拜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反转的话，如果我们今天要看到这整体的局势要做一个反转，那就代表说这一根实体 K 一定要去做吞没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只要有急跌，我就会直接看隔一天的下跌 K 会不会去做吞没，不管是4小时 K 还是1小时 K 来看，只要有比较速度盘出现，我就会这样子去做看待。那如果今天不管是周 K 还是日 K， 那只要隔一天还是说下一根 K 棒它有在做一个吞没的话，那今天就有一个反转的趋势在。但只要没有，都是偏空看待。大家应该比较好奇说，那到底会跌到哪里？这一波熊市，还是说这一波快速的下跌，还是说可能重启的一个牛市，到底会跌到哪里？其实我们都不用去预测说到底会跌到哪里，因为我一直有跟大家提醒，做空不要去看支撑，支撑只是你的目标价。做多也不要看压力，压力都只是你的目标价，都不会是你反手的依据。那如果我们今天要反手，都是我们要看到底部要建构出来，或头部要建构出来。那目前就是以比较空方的角度去看嘛，所以我们就要以底部去建构出来。那只要今天底部建构出来，我们才可以去往多方去运行。那目前这样都没有这样子的条件去出现，目前都还是以偏空去看待，要去往空方去做一个顺势操作，绝对不要往多方。你不要看到说哪一个 KOL 跟你说你现在不做多，还是说你现在恐慌，就是一个韭菜心理。只要你现在没有在之前，你就先做一点部位上面的出清，你就是资金会受到一定的限制。那如果你可以在前面，如果有一点危险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一直把一些现货清出来，不然就是说你的一些合约多单你先清出来，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现阶段你就有更好的成本去接？那我本来就知道有这更好的成本吗？我不知道，只是我知道说目前的价格来讲都是比较偏弱势的嘛。那既然目前的价格比较偏弱势，那我只要把资金撤出来，我是不是就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方式？这绝对不是说什么好，你目前看到下跌，大家恐慌，你就要去做多方。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你今天看到底部打出来，大家伴随着恐慌，那这个市场没有什么人在谈论了，今天才会有可能再迎来一个多方式。所以大家要分清楚说，就算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价格有疲弱、有恐惧的状况出来，但是短线价格就是偏疲弱，我们就要等到这样子底部形成，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多方运行。好，那比特币的状况也是一样哦，目前都还是跌回了这个区间。那如果你说要抓一个比较简易的目标价，你可能就这样画起来，然后复制贴上。你可能就是先看它说可能会在这个区间轨去做晃动。那我们第一步可能就先看到9万嘛，其实这个看法都是比较偏向会短线上面去做思考，因为目前来做单的话，我认为都是比较偏向短线去做思考。但是我觉得配合整体国际行情的话，不知道全球股市会不会做一起的回落，还有说全体的金融市场会不会做一致性的表现。那如果今天有比较大的行情出现，我觉得对于加密货币市场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去比较直接定调这个商品跟后续的走势。如果在这次下跌，好，那比特币还是没有涨，那这一个东西就不会是什么所谓的避险资金会来的一个地方，而是它可能有其他用途，还是说它可能会趋近怎样子的价格，还是说之后的波动会变小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我觉得大家要谨慎思考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到 Solana 的部分，目前 Solana 是还没有跌破这个区间嘛？那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先去注意一下，说这个位置会做怎样子的表态。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，做空不看支撑嘛。那如果这个位置到了，你还是要比较偏续弱的想法去做。
那我前面一直有跟大家讲嘛，你只要看到这样子的压力，只要去碰了，还是说今天格局反转，它没有续强，它只要碰到一个位置，就是会续落下去。就像我这个以太币一样，当时我在群组有跟大家说，这一次的反转上去必须要延续的强势，但是如果跌回这个3527的地方，就像这里跌回3527的地方，你就不用期待它说今天会反转，反而你是要反转空下去，你要反手空下去。那我当时跟大家说，在这个位置你要追多上去，因为这里可能是底部。但是如果今天再次碰到这个价格，这里就不会是底部，你就要反手继续空下去，这就只是一个骗涨而已。所以我不知道这里还有骗多少人进去哦。那 Solana 的位置其实也是一样，我们都也是一定要短线上面偏空操作，但是我们一样哦，我们现在也是一样。要继续期待着多方的上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前面的刷起，其实价格刷起成那样，但是大家的恐惧的程度好像比以前还要恐慌一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前阵子其实没有涨多少，但是大家的情绪其实都没有到真的非常的贪婪，不知道非常恐惧的状况会维持多久。那如果维持一段时间，甚至我们看到短线上面的底部打出来，那就是我们要积极进场的时候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顺的部分，有跟大家讲嘛，顺好像没什么好做的，因为它几乎是没什么波动。那目前短线上面看还是没什么波动，所以我应该会把它删掉，因为这个要做也没有什么好做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到 ADA 的部分，我也是有跟大家提醒嘛，它在跌的部分的话，整体跌幅会比较痛一点，会有一个比较剧烈的跌幅，因为它整体爬速会比较惨一点。那我一直提醒大家，所以你不要对于这一支有多少的留恋，我一直有提醒大家，不要对于这支有多少的留恋。短线上面的价格就是短线上面的价格，当然你可以用现货去持有，我再强调一次，你可以用现货去持有，但是今天短线上面价格有一点疲弱出来的时候，有疲弱的状况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是可以去做一点部位调整。今天只要有反弹，就一定会把底部给建构出来，不会是什么直接这样你就莫名其妙就长一个很丑的线图涨上去，不会，它一定是有依据可以让你去寻找的。所以如果今天盘势真的是比较偏弱的，就像我前面一直跟大家讲的一样，你就要去把自己的部位去做一点减少，不然就是你空手。我跟大家讲嘛 ，ADA 我就是空手，我就是没有在看它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在看它没有必要了，所以我就是把我的目光放在其他支上面。所以 ADA 你不要再去有过多的留恋，当然它有可能会反转，我还再强调一次，它有可能会反转，只是你在前方就该减少部位，而你也不该在现在增加部位，你应该要在它底部形成的时候再增加部位，请大家理性思考一点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斗局的部分，那目前斗局也是跟 ADA 一样，我也是没有什么对于这支没有什么留恋的，因为之前我也是比较偏多看嘛，斗局大家也看得到这一条线，所以当时我是比较偏空看，但是它在后续又做了一个压回，还有比特币跟以太币的状况，我整体就没有那么想要去偏多做它。当时横盘这样整理，我就跟他说，它价格可能会慢慢的比较趋于弱势，要做也难做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到HYPE的部分，其实也是偏比较弱势。那我之后应该会比较偏向说，我要去找另外的强势股来做，因为其实还是有蛮多山寨币种走的还蛮漂亮的。那可能这个就是在熊市一种趋吉避凶的做多方式，我就是要去找那种强势币，多头排列有排列出来，那我去跟上趋势，那反而资金会集中，这个就是在弱势市场找强势币的一个优势。那HYPE短线上面也是没有什么想法，那明天开始就会有新的币种出来，那旧的币种应该就会删掉蛮多的，留几个大家比较在意的嘛，比特币、以太币一定会，然后 ADA， 然后可能HYPE我会先删掉，斗局我也会先删掉，顶多留个 Solana 嘛，顺也会删掉，然后其他就是新的币种。所以如果你有想要看的币种的话，可以下方留言跟我讲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讲解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重要资讯。如果你有想要看我规划的币种，记得下方留言，我会在下一次的影音进行讲解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拜拜。